OPPO Find X8 Ultra 使用了1个星期，今天视频和大家聊聊这款手机，看看 OPPO 目前的影像旗舰策略。今天视频呢，我会快速的过一下外观、手感、硬件性能，然后着重我们聊聊影像。先说这款手机的外观手感啊，这一代 Ultra 外观设计应该是从极繁改成了极简，用更少的线条和光线去勾勒外观。3款配色开箱视频已经详细展示过了，我个人推荐顺序是白色、粉色、黑色。在这里呢，补充几个细节。第一，OPPO 在这一代继续缩小镜头模组，我把目前 Ultra 级别的机型给大家统一展示一下。在1英寸主摄里边 ，OPPO 镜头是最小的，模组越小，握持的时候食指活动空间就越大，相对来说呢，握持越稳定越舒适。第二，这一次终于告别曲面屏了，侧面窄窄一条边框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横向握持的时候有更加稳定舒适的平面边框了。第三，厚度刊物一下啊，上一个开箱视频里 Ultra 那个厚度用错素材了，用成 Plus 的素材了。Ultra 它的实际厚度呢是 8.68 毫米，我对比一下 X7 Ultra， 对比前代镜头它明显矮了一截，这是对比小米，这是对比华为。第四，边框宽度啊，对比前代 X7 Ultra 那提升巨大。横向对比的话和华为、小米差不多，比小老弟 8S 还要宽一点。第五，Ultra 它这个后盖材质啊是磨砂玻璃，但是如果你上手去感受的话，你会发现和目前市面上其他的磨砂玻璃手感不太一样，它会有一点点像硬橡胶一样的那种微微回弹手感，这个还挺有趣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感受一下。好了，我们快速进入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硬件升级。首先，芯片升级到了骁龙8至尊版，电池从前代的5000毫安时增加到了这一代的6100毫安时，实测原神平均60.2帧，温度30.5度，耗电10%，同时观看 1080p 在线视频加弹幕8小时，耗电38%，这个水平和 8S 和 8S Plus 是基本一致的，看到了吗？同时录制 4K 60帧视频15分钟，这个位置啊才开始录制了2分钟 ，Find X7 Ultra 就主动降低了屏幕亮度，但是就在这种状态下，15分钟之后。X7 Ultra 它的发热依然要比另外2款高出很多，所以 OPPO 这一代机器在发热控制上是有明显提升的。另外在充电方面呢，支持100瓦有线快充，30分钟充入98%。第二个硬件升级是这次支持了超声波指纹，解锁位置其实和前代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啊，但是解锁速度变得更快了。另外对于失手解锁兼容度也要更高。第三个硬件升级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快捷键，这个上一期视频里我已经详细给大家讲过了。上个视频发布之后就有观众提问了，就是小步记忆这个功能，除了快捷键可以一键激活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激活方式呢？这样它就可以把这枚快捷键用作其他功能了。这个位置大家可以通过3指上滑去实现小步记忆的功能激活，也就是说，通过3指上滑，你就可以把这个快捷键啊解放给其他功能，比如说你可以作为录音键啊，或者说作为手电筒之类的。第二个，大家问很多的问题就是小步记忆这个功能，老机型是否可以支持呢？我得到的反馈是 ，OPPO 呢会对老机型进行适配，但是可能会分批次、分不同的时间，不同机型具体更新时间，这个大家还得以官方为主。好了，说完了这些有的没的，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影像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拍摄小姐姐们的一些心得哈。我在使用 Find X8 Ultra 这一段时间啊，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OPPO 它的目标是要做最好的人像摄影手机，它的野心就是让更多的用户可以在出门拍照的时候放下沉重的单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想要让大部分用户去舍弃单反，就需要解决目前手机在人像拍照中和专业相机几个比较大的差距，甚至在某些场景中能够超越相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款手机的第一个升级就是希望超越单反的色温表现、白平衡表现。这次 OPPO 专门增加了一颗叫单匣镜头，它是通过分区色温判定，实现在复杂光源下更精准的白平衡表现。那么搞定了白平衡，现在就要来开始挑战相机的第二个非常明显优势的场景，夜景画质。手机在暗光下呢，如果使用长焦镜头去拍人像，它的画面细节和相机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对不对？ OPPO 这次它解决的方法其实也是简单粗暴啊，就是提升硬件规格，再配合软件算法，2颗更大尺寸的传感器来了，其中3倍镜头它的进光量是前代的150%，6倍镜头它的进光量是前代的240%。但是在这里有个小细节啊，就是它是通过水平布置潜望传感器，有点像 iPhone 的那个5倍长焦啊，从而实现镜头厚度
反而变小了。在这里需要说明啊，今天在视频里大家所看到的所有样张都没有人为的后期增加光源啊，所有光线都是来自于现场原本的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大家走到同样的位置，举着这款手机，我能够拍出来的，你一定能够拍出来。先分享几张我去重庆拍的夜景下的小姐姐，活跃一下气氛啊。这是在重庆美术馆，好像是重庆美术馆啊，天桥下边拍摄的。现场的这个路灯啊，小姐姐往栏杆上一靠，背景呢刚刚好过去一辆黄色的计程车，我瞬间按下快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打开相册，你会发现它手机会有一个计算过程啊，这是一个挺慢的计算过程，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更直观的去展现这个运算过程的效果。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使用6倍长焦所拍摄的人像，而且是夜景人像。我觉得在夜景人像能有这样的画质很了不起啊！对于我这种稍微进阶一点的数码爱好者来说是很满意的。这一张呢是在重庆江边的一个小酒馆，模特小姐姐呢旁边放了一盏灯，然后还放了一个底彩啊。我用 X8 Ultra， 然后调成3倍镜头，不用任何前期准备，不用任何后期编辑，按下快门就是这样一张照片。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这个画面细节，感受一下这个皮肤的质感。那么巅峰对决来了，我们对比一下小米和华为两款超大杯3倍人像对决啊！这个场景呢，华为是一个4.3倍的镜头 ，OPPO 和小米呢是3倍镜头来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组样张，华为它的肤色会更加偏粉嫩一点，而 OPPO 呢，确实还是要更接近人眼所观察的颜色啊。放大给大家看一下皮肤质感，大家更喜欢哪一组呢？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超暗光环境啊，这个环境有多暗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晚上10点半。模特面前是几乎一点光源都没有的。我前边有一组媒体，他们拍摄的时候给小姐姐背后打了一个光，但是我去拍摄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光啊，就是现场是什么样子，我就使用手机拍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是最极限的暗光场景了。我相信大家日常在生活中拍照也很难有这么暗的一个环境光。这张是3倍人像，而这张是6倍人像。那么我们继续来对决一下华为、小米啊。这张我们能够看出，华为和 OPPO 它对于背景色彩的还原其实要更接近的，对不对？另外在这张样张上呢，华为依然会让它的人像肤色会更偏粉一点点。另外我注意到啊，当硬件规格不够满足这个画质的时候，华为和小米都在人像人脸的位置加入了更多的 AI 算法。其实这个 AI 算法带来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面部表现啊。我看完这一组对比之后，我觉得 AI 计算摄影的时代可能要来了。但是 AI 目前呀存在了2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进行全局的计算，也就是说除了面部之外，其他部分的细节 OPPO 它更大传感器的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AI 它会呈现出一种生成式的痕迹在其中，就是有一点点无中生有，或者说有一点点猜测式的，容易计算出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姐姐的这个下眼睑，你能看到华为这个 AI 运算出来之后，它这个线条是有一点点错误的。我们再看一下这3张照片中小姐姐的眉毛，你会发现同样一个模特居然3种不同的眉毛。那么问题来了，小姐姐的实际眉毛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再来给大家对比一下这张照片，这个能更清楚的看到小姐姐的眉毛效果啊，实际上呢会和 OPPO 的更加接近。所以这个位置啊，我得到的 OPPO 的工程师一些反馈啊，他们说 OPPO 也会在成像中利用 AI 算法，但是他们尽可能的不使用生成式的 AI。那么OPPO 的 AI 它用在哪儿了呢？我们接下来看第3个挑战单反的摄影场景，景深和虚化。专业单反相机它的光学虚化可以实现那种渐进式的背景虚化效果，对不对？从而营造出这种空间感。OPPO 这次强化了3个细节去复刻这种光学质感。第一就是强化了渐进式的虚化算法，我是使用的3倍焦段人像，对着小姐姐从远到近，然后这样缓缓的走过去。再往前移动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3张照片背景虚化的效果。尤其注意一下右侧门和植物，真的就是完全还原真实距离景深变化的。第二就是强化了对光斑的还原。专业单反在开启大光圈之后呢，如果背景出现这种点光源，那么在照片当中呢，会呈现出那种非常漂亮的彩色光斑。这一次 OPPO 是1:1的还原了哈苏镜头在真实世界中的光斑，就是每个焦段它都对应着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哈苏镜头。比如说这组样张啊，左边这张是哈苏
80毫米 f2.0 镜头所拍摄的真实光斑效果，而右侧这张是 Find X8 Ultra 开启 f2.0 光圈之后它的一个光斑效果，在每一个焦段的每一个光圈调节上 ，OPPO 都能够做到和真实哈苏镜头一一对应。第三就是强化了大光圈照片下的这种发丝表现，这个场景 OPPO 就是使用了 AI 识别发丝，从而实现了和单反相机表现非常接近的精准区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能够看到这个发丝和背景之间的这种区隔吗？这张是6倍镜头拍摄的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发丝和背景的区分。这张是夜景加大光圈所拍摄的发丝表现，是不是很厉害？同样一个场景，我对比一下小米的发丝处理，再对比一下华为。华为其实也做的挺好，但是在细节上，我觉得 OPPO 要做得更好一些。在这个发丝识别场景中，我认为 OPPO 应该是目前一个领先的水准。在这里，我再次强调啊，今天大家看到的所有样张都没有经过任何的前期单独布光或者后期编辑有大强光的照片有明暗大反差的照片，有夜景照片，也有极限暗光的照片，这些都是手机日常拍照本身有巨大挑战的场景，所以能够拍摄出这样的效果，我觉得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场景Find X8 Ultra 依然是支持默认拍照模式的瞬间抓拍，也就是说，对于高速运动的人或者物你不需要打开什么运动模式，你直接按下快门就能够完成瞬间抓拍。这个场景我对比 Find X7 Ultra，X7 Ultra 它压根就不支持抓拍，所以说你看过山车高速通过的时候 ，X7 Ultra 就是张糊片。另外这里我也对比了和 X8S 它的高速抓拍。能看到更大传感器在抓拍模式下所表现出的更高画质的差别。这次 OPPO 还有一个全场景 HDR 显示，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从拍照预览框开始，它就能够还原真实世界中的亮度信息，实现一个全场景的所见即所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款手机亮度设置相同，打开相机界面 X8 Ultra 它的预览框就要更接近真实世界的亮度。另外，实况照片更改封面也可以实现 HDR 显示了。之前的其他手机或者之前的系统版本HDR 照片一旦我更改了照片的封面，就失去亮度信息了。OPPO Live Photo 里的那个视频现在也是 HDR 效果了。综上，OPPO 现在所有的照片直出Live Photo 动态照片、视频、人像模式，所有影像环节都支持 HDR 拍摄和显示了。好了，大家看比如说这张照片，左边这张呢就是没有 HDR 亮度信息所拍摄的人像照片，右边是 OPPO Find X8 Ultra， 在一块支持 HDR 的屏幕上，你会感觉到右边这个灯它会更亮，真实的去还原拍摄照片时候背景这个灯的亮度，就是它不是把整张照片全部拉亮。比如说同样这样一张照片，我们只放大人的面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小姐姐她的面部亮度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看后边的灯光，你就会发现右边这个明显会亮，对不对？你在相机前看甚至会觉得它有一些发白。那有些同学就担心了，你这个 HDR 的拍照是不是以丢失信息为代价呢？我现在在右边使用 Find X8 Ultra 同样一张照片，然后把这个位置给它放大，大家看当我把屏幕亮度调低一点，你会发现每个光斑它的颜色其实还是黄色的，对不对？它并不是白色的，而且每个光斑的细节都有保存。我手放在前边，它不是白色，它是光，它是亮度，它们两个的颜色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它比较亮，所以它在屏幕前呈现出是白色的。不只包括夜景的灯光，比如是白日正午小姐姐脸部的光线，也能够同样体现出这个深沉火辣辣的阳光。现在这种 HDR 照片大家还不能分享到社交媒体网站上，对不对？但是4月底3款手机 App 适配界的王者将率先支持 HDR 照片和 HDR Live Photo 的显示这3款 App 分别是小红某小某书和某红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后呢，再补充几个点首先，视频表现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它的稳定性和色温表现都不错色彩和对比度上呢，苹果还是要表现得更好一些。另外呢，视野上苹果也要更广一些。目前长焦镜头的暗光视频拍摄优化还不到位这一点可能需要之后的系统更新解决。第二就是人像拍摄，面部如果出现光斑了，那么光斑和面部分割的位置会出现一些小瑕疵，这个不会每张照片都出现，但是确实有出现过，我觉得也是需要系统优化更新的。第三就是虽然它在大多数的
复杂环境中，它的白平衡表现非常出色，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偏差，比如说这张3倍和6倍人物肤色明显有一个不同，对不对？第4说一下自拍，我对比了一下华为和小米总体来说前置镜头自拍成像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各家厂商它有一些皮肤质感和色彩选择的倾向，我自己的测试来看呢是没有绝对的强弱区分的。以上就是我在1周使用之后所给大家挖掘出来的 Find X8 Ultra 所有的细节。OPPO 目前想做的旗舰我认为应该包含了2个大目标吧。第一个大目标呢，就应该是在交互上紧追苹果，去分享苹果生态所带来的红利，比如说 HDR 照片和 Live Photo 它所带来的那种还原临场感，这个在小红某上，对吧，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比如说苹果的 AI 交互逻辑，比如说快捷键它的丰富的个性化定制，比如说 MagSafe 生态所带来的诸多便利场景。说白了，就是让 OPPO 自己的用户在交互体验上能够更加舒适、更加便捷。第2个目标则是成为用户手中最好的人像拍照手机，甚至有机会能够在许多场景中去替代专业的相机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了，并不是通过1代、2代机型就能够升级实现的。但是这个目标确定了，接下来的方向才会更加清晰，也只有产品的定位足够清晰，它所对应的目标用户才能够足够准确。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对大家产生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